塞拉利昂是位于西非西南海岸的一个国家。塞拉利昂的名字源于其首都弗里敦附近的狮子山。1462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德辛特拉在西非海岸航行时发现了这座半岛山脉。有人说，因为雷声在山间滚动，听起来像狮子；也有人说，辛德拉遥望沿岸山峦，宛如一头蹲伏的狮子，因此将该山脉命名为狮子山。塞拉利昂的现代名称则源于威尼斯拼写，由威尼斯探险家阿尔维斯·卡达莫斯托引入，随后被其他欧洲地图绘制者采用。考古发现表明，塞拉利昂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茂密的热带雨林将该地区与其他西非文化隔离。欧洲人入侵前，塞拉利昂地区已出现若干部落联盟。辛特拉发现塞拉利昂后，外来势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邦斯岛成为向欧洲和美洲运送奴隶的主要地点。18世纪后期，英国因缺乏兵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承诺给予黑人自由。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被称为黑人之书的官方文件列出了数千名被释放的奴隶。英国人将他们从新生的美国疏散到英属北美其他殖民地。当时有3000多名黑人效忠派定居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他们面临着严酷的冬天和种族歧视。托马斯·彼得斯作为黑人保皇党成员，他向英国当局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与英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克拉克森一起成立了塞拉利昂公司，以安置那些想要在西非碰碰运气的黑人效忠派。1792年，近1200名来自新斯科舍省的人横渡大西洋。当年的3月11日，他们在弗里敦建立了定居点。1808年，弗里敦及其周围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这为英国将其统治扩展到外省铺平了道路。在英国殖民时期，塞拉利昂是非洲西海岸英国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塞拉利昂因其在医学、法律和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赢得了西非雅典的称号。英国统治塞拉利昂长达100余年，期间一直在镇压当地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但由于2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国力衰弱。到二战结束后，塞拉利昂在征得英国同意后，于1961年4月27日宣布独立。塞拉利昂独立后，钻石出口成为塞拉利昂的经济支柱，其出口份额占到了塞拉利昂全国总出口额的46%。由于塞拉利昂钻石产量惊人，因此塞拉利昂又被称为钻石之国。塞拉利昂独立初期，由人民党主席马尔盖担任总理。马尔盖的政治运作方式类似前克，权力由各政党和利益集团分享。1964年，马尔盖意外去世后，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阿尔伯特爵士被议会任命为总理。阿尔伯特宣誓就任总理后不久，便解雇了几名曾在其兄政府任职的高级政府官员，其中就包括质疑阿尔伯特是否有资格继任塞拉利昂人民党领导职位的外交部长卡雷法斯马特。为应对抗议，阿尔伯特爵士反对将行政权交给最高酋长，而这些酋长中有很多是他哥哥的盟友。1967年，弗里敦爆发了反对马尔盖政策的骚乱。作为回应，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由瑟卡·史蒂文斯领导大会党以微弱优势击败塞拉利昂人民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史蒂文斯于1967年3月21日宣誓就任总理后，陆军司令戴维·兰萨纳准将宣布戒严。几天后，兰萨纳被其他军官推翻。随后，军官们成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由安德鲁·贾克森·史密斯中校领导。1年后，士官们发生哗变。随后的几年，塞拉利昂风雨飘摇。塞拉利昂政府定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处决政治对手，以回应对其统治的挑战。1971年，塞拉利昂议会宣布建立共和国，史蒂文斯担任行政总统。与此同时，经济状况恶化，铁矿石供应枯竭，大部分钻石被走私，导致塞拉利昂政府收入锐减。1985年，史蒂文斯退休，并选择陆军总司令约瑟夫·塞义杜·默默为继任者。1991年3月，邻国利比里亚的冲突蔓延至塞拉利昂。前陆军下士福迪·桑科打着反对独裁和民主改革的旗号，在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武装的支持下，发誓要把军政权从首都弗里敦赶出去，并彻底铲除总统选举制度。1992年4月，
来自平叛前线的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默默政权，成立以斯特拉瑟上尉为首的全国临时执政委员会。但塞拉利昂并未就此结束内战，各路军阀为争夺总统宝座互相混战，直到2002年，在西非维和部队的武力干预下才得以结束。长达11年的内战，导致塞拉利昂至少5万人死亡，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完全崩溃。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由桑科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抢征大批未成年人入伍，并指使这支娃娃兵频频使用肢解、挖心等名目繁多的酷刑来折磨俘虏或反对派。因此，塞拉利昂内战被称为世界上最血腥的内战。内战结束后，虽然塞拉利昂政府致力于国家建设，但由于塞拉利昂的钻石开采权长期都被私人公司所掌控，塞拉利昂至今仍有16亿美元的外债。2014年，塞拉利昂又遭遇了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到2016年，疫情得到控制时，埃博拉病毒已感染超过1.4万名塞拉利昂人，造成近4000人死亡。截至目前，塞拉利昂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塞拉利昂有 53.4%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有 16.1% 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